中底反馈出色，重量轻质，透气性优秀，碳板弹射感明显，这应该是顶级碳板跑鞋都应该具备的优点吧？是不是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0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好久没有给大家做跑鞋类的测评了，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一双我已经穿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飞影 PB 3.0。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先声明一下，虽然我没有跑过马拉松，但是我之前穿这一双鞋跑步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跑5公里以上，配速在4分半以内。我的这一期测评或者说是我个人的一个穿着体验，就是基于我这样的一个穿着强度来给出的。如果你们觉得我太垃圾，那就当做一个笑话看一看，笑一笑就好了。不过它作为一双马拉松跑鞋，连我这样的日常5公里跑步都没有办法满足的话，那我会给网络上一众大神跑者们对于这一双鞋的一致好评打上一个问号。在整体的配置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铲型碳板，全掌超临界，单支42码的重量也只有208克，都是一双顶级跑鞋应该具备的。但是鞋是用来穿的，如果只要配置合理，数据到位就能做出一双好鞋，那市面上就不会有那么多垃圾的鞋款了，对吧？像我们这一种搞测评的也都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或者转行了。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大底，在大底方面，飞影 PB 3.0 的纹路非常的简单，前掌就是 QD 字样的图案，后掌只有一些非常细小的纹路，在上面挖出了中桥的 logo 以及 QASU 的字样。如果跑步的场地比较干燥，它确实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抓地表现，完全不会出现打滑的现象。但是一旦是那种下完雨之后比较潮湿的塑胶场地，你就明显能够感觉到它的抓地力是不够用的，在蹬地发力的时候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打滑现象。我个人觉得作为一双跑鞋，它在湿滑路面上的抓地力好坏还是比较重要的，毕竟你不可能保证你每一次在外面跑步都能够艳阳高照，对吧？在中底方面，飞影 PB 3.0 搭载了全掌的 GoPro， 并没有搭载 GoTurbo， 这一点让我有一点想不通啊。那作为自家最顶级的跑鞋，为啥不用最屌的缓震科技呢？可能 GoTurbo 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不如 GoPro， 而且 GoTurbo 推出来的时间相对来说也比较短，在调教方面应该还没有做到很出色，这些都是我所能想到的没有在这一双鞋身上使用 GoTurbo 的原因。不过大家可以放心，这一次它中底所搭载的全掌 GoPro 在调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整体的重心较高，相信接触过专业马拉松跑鞋的朋友应该都不会陌生。一般的马拉松跑鞋都会把整体的中底厚度做得比较厚，这样能够保证在长时间的穿着过程中，你的各种关节不会因为缓震方面的问题而造成损伤，或者说把损伤尽量降低。而这一双鞋的中底调教做得十分出色，非常弹，加上中底的铲型碳板加持，在跑动时的弹射感非常的明显。不过因为后跟的缓震材料整体偏软，并且它的中底龙骨落差调教的也比较激进，前高后低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如果你是全掌跑法的跑者，那这一双鞋你就可以直接放弃掉。这一双鞋完全不具备任何全掌跑动的能力，它只适合前掌跑法的跑者去进行选择。但是前掌跑法的跑者就真的能在这一双鞋身上得到完美的体验吗？我觉得并不能。它的整体鞋楦偏宽，并且前掌的包裹调节范围非常小，而且脚踝处的开口做的也比较大，想要得到比较不错的后跟锁定，一定要把鞋带系得非常紧才 OK。而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人，在穿这一双鞋跑步的时候，会明显感觉到因为它的前掌锁定不够出色，而出现顶脚趾的情况。穿着时间长了之后，脚趾头会有一点难受，而且把鞋带拉得很紧之后，随着穿着时间的上升，也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鞋带勒脚的问题。作为一双马拉松跑鞋，我觉得它在舒适度方面的表现真的不能算过关，或者应该说啊，在我这里它没有办法达到我的要求。作为一双跑鞋，我觉得舒适度这一个点是非常重要的，它的重要性非常高，甚至可以排在第一位。毕竟我最长也就跑过10公里，那如果真的要跑完一整个马拉松，先不说我是不是能够跑完啊，基本上是跑不完的。
但是如果要跑完，那我的脚一定会备受煎熬。而它在足弓支撑方面的表现也并不能令我满意。作为一双马拉松跑鞋，而且是一双只适合前掌跑法去进行跑动的跑鞋，足弓支撑我觉得还是比较有必要的。但是这一双鞋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支撑处理，穿这一双鞋跑步的时候，足弓处没有任何的承托感，而且使用前掌跑动，足弓的拉扯感会更加明显。穿久了之后，足弓处的疲惫感会特别的明显。难道跑鞋不需要足弓支撑吗？这一点我并不是特别的理解啊，可能后续我还需要在这一块上面多下一点功夫去研究一下。基本上这一双鞋身上的缺点就是这一些了，而它的优点，我觉得在一众的碳板跑鞋中也并不算特别突出，毕竟大家都能够做到这一些点。中底板块出色，重量轻质，透气性优秀，碳板弹射感明显，这应该是顶级碳板跑鞋都应该具备的优点吧？是不是啊？而这一双飞影 PB 3.0，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它的价格。在这一个价位段，你能够去进行选择的碳板竞速跑鞋其实并不多，基本上就是361度、特步、匹克以及今天这一双中乔的飞影 PB 3.0。除了飞镖我穿过之外，其他我都没有接触过。可能后续我会去多尝试一些这一种跑鞋的测评，或者说是体验分享。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想看？如果你们想看的话，扣1，好吧？那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并且是一个前掌跑法的跑者，在预算不多的一个情况下，想要购买一双碳板跑鞋，那这一双鞋你确实可以选择。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脚型偏窄，那这一双鞋在穿着的舒适度方面应该不会让你满意。在我接触过的这些碳板跑鞋里面，可能361度的飞镖会更加的适合一些。那最后是不是要购买这一双鞋，还是看你自己了，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洋洋球鞋，洋洋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大家有空来做 ，peace。